天讲这句话，我就觉得他应该有修行了。那我就问他：“你有念佛吗？”他说有。他说他念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的人，我最近拿到一个问题：念释迦牟尼佛的人要往生哪里？你们可以回答吗？尘愿再来，回到这个人间来，所以可能他已经回到人间了。以他的这种程度的话，应该会回来。但是茫茫人海中，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见了面大概也不认识。如果要认识的话，1989年走了。如果他转世很快的话，1990年，0010，现在20几岁了。所以我度的20几岁的年轻人，可能有他在，希望。因为我现在讲课的对象很多都是20几岁的以上的。大乘颂文我们已经办了30多年，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200-300个学生来参加。希望里面有一个是他。这个是一种期盼嘛，所以他能够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还讲这个话。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讲这样的话？我没有把握，但是我也不能预设说到时候我可以这样子讲。当然我也可以练习咯，就每天练习在那边，应该来的时候来，应该走的时候走，把它当作是一个咒语或者是佛法吧，念法念佛念法然后或者是念话头。当作是一个话头来念，然后最后呢，这个话头一定是来的人是谁，去的人是谁，来去的是谁，说不定就开悟了所以呢，这个是我经历的，这个经验很浅，所以刚才国光法师说他看那本书里面有10几个例子我说你早就应该拿给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嘛，就把这个课讲完了嘛，对不对？哎呀，怎么没有拿来？害我要去找这些资料，可是我又没有这个资料，怎么办呢？所以拿这2个例子的，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把握？其实呢，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把握。在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靠什么？靠别人的智慧来引导我们。别人智慧是谁呢？很多人所以呢，我们就从宗教里面去学那如果是宗教呢，我们发现到说，所有的宗教一定告诉我们死了会去哪里。宗教跟所有世间包括哲学或者思想不同的地方，这个是宗教的特质，它一定讲死后的事。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宗教把死后的事比生前的事看得更重要。所以现在呢，有某一个教派，为什么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呢就这样子给它毁灭？这种可以算是毁灭的方式。然后呢，有这么大的勇气愿意毁灭自己，然后在毁灭自己的同时，拉一批人一起毁灭。那么因为这个宗教呢，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假如他们是为了这个宗教牺牲的话，然后为这个宗教牺牲，他们用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宗教的另外一批解说的人认为说，他们解释这个名词是不对的，叫做圣战他们说应该，那学者是说圣战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极端分子呢就会说圣战就是这个意思，牺牲自己，然后把敌人炸毁。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点？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看到以前呢，日本的这个神风敢死队他们为了国家，他们愿意牺牲，可是他们在牺牲之前呢，他们没有
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思考呢，是因为他们被命令，因为他们都是军人，军人只听从命令，命令他们上飞机，然后呢，飞机上面炸药很多，然后油是不够的，只能出不能回的，然后呢，灌输他们一些观念，甚至可能出发前还喝一点酒吧，就送别嘛，就让他们去炸敌人的这个战舰，用飞机换战舰。那么这种呢，我们觉得哇，这个已经，因为这个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武士道呢，它是必须要效忠主人，主人命令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才是武士。假如你觉得主人做的东西不对，你离开了，在他们就叫做浪人，就是你没有主人的武士就叫浪人，就是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武士的地位就很高。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说自己的主人做的一些事情是不道德的，他们还是不会离开，还是愿意帮他执行这个任务。他们有这种精神哦，所以他们会把这个自己的生命结束掉，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所以有这种精神的话，他们去做，而且在临时上飞机的时候呢，才被训你这个讯息，然后他们就去了。可是我们发现到说，这些人呢是在还没有以前，还没有去之前就已经不断的被洗脑、被熏习，熏到他们都知道说，我这一次去是活不回来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去。所以这个是从某一个角度是有点点恐怖但是呢，在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是很光荣。他光荣呢，当然我们是是一些传说啦，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读他们的经典，然后从经典里面得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讯息。一个呢是他们会被通知说，这种宗教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间是一个过渡，我们真正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是在来世。所以如果你这一期生命呢能够完全为这个宗教奉献的话，下一期生命你就会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回报或者是酬报。那么酬报里面呢，听说这也听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做研究说你上到那边回到他们的所谓神，他们叫阿拉的身边，那么会有很多美丽的女孩子就陪他就是送给他了。然后另外一种情况也听说，这些愿意走出去的呢，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在世俗的利益上，就是他这个组织呢会提供他一笔钱给他安家。那么他是想说他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但是他用一条命换，可以换到他安家的这个费用，他们有些就愿意。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是有点像说包定必死，他不死的话呢，这些好处都没有了你就升不到你的神旁边，然后有那么多美女陪着你那你也拿不到这个安家费了。但你是拿不到的啦，是家里的人拿到。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一定要走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但这种观念的思想，或者是宗教的这种渗透力呢，应该是很够的力度让他们愿意。然后另外一种宗教呢，也是一神教，他早期也有这种斗争因为他们也常常去这个其他的教派然后去征服，甚至呢当时有很多民间的信仰都被他们迫害。那么在这个之前，他们是被迫害的这个弱势的群体。后来呢，他们让一个皇帝呢相信了他们，他们壮大了以后，轮到他们是迫害很多那些其他的这个教派，或者是包括传统的一些宗教跟那种巫术然后他们也壮大了，然后他们也有去弘扬他们的这个宗教。那么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就是信，你只要相信就好了。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在你的身上，你只要相信这个是神的旨意。你只要这样相信，你就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挂碍都放下。然后你只要相信的话呢，你下一期生命一定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一定上天堂，然后一定回到神的身边。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你的灵魂是从那边来的，所以是上帝创造的，灵魂是从上帝给你的，所以你回到那边，回到这个天父的身边，他是你的父亲，就是像你父亲一样的爱你们，所以你回去就肯定没有错。但是你要回去的话，要具备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你要相信，而且这个信呢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信，不管遭遇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教派宗教里面呢有很多，在他的经典呢讲出来有很多其实解释不太圆满的地方。当然他们现在在弘扬传教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答案帮助他们这个牧师或者是他们的这种传教士呢去回答人家提出这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他们要受训的时候都有这种模式的答案去回答。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完全相信，他的信徒只要完全相信就好了，因为所有的事情上帝已经帮你安排好。那么安排好的意思呢是，如果你遭遇到非常大的不幸，也是上帝安排好的。然后为什么要安排你呢？他不是不公平，因为他要考验你，或者是他这样子安排要增长你的信心。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有信心？假如你还有信心的话，你肯定就会上到天堂，回到上帝的身边，回到天父的身边。这种信仰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我们佛教没有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佛教徒很容易动不动就这个转教了因为我们很多佛教徒呢，把佛教跟民间信仰结合4个苹果没有拿到4个字，拿到4个字呢都不准的，我们就找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我们民间信仰里面呢，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到很多神庙去，然后就求字了。以前我们那边是4个字，我不知道这边裁掉多少个字，可能比较多了吧。然后拿不到的话呢，就觉得这个神不够灵，我找另外一个神。然后我们华人对信仰的常常就是以利益为主，所以我们的信仰实际上，华人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宗教里面呢，没有出现一个所谓高级的宗教，这个是高级的宗教，我们没有出现过，我们都是民间信仰。那我们有的话就是佛教，佛教传进来以后呢，我们的宗教的层次才提升到最高的这个层次。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宗教，它背后都有教理。我们在这个民间信仰里面没有看到什么教理，有的话呢，后来被那些反正宗教的人士，他会把一些东西拉进去，把道家的东西拉进去，变成道教。其实呢，道家的观念跟这个信仰不一定完全相同，还是有差别。不过慢慢结合起来呢，好像也变成是一体了。所以现在道教呢，他们有道藏，道藏里面有很多是像老子庄子这一类的，有哲学或者思想的那种学说，然后也有很多是符咒的东西，就跟神有关系的，然后有一些感应灵感的东西。那我们也没有读完，因为他道藏听说有好几千卷。道藏为什么要结集呢？因为佛经已经结集了大藏经、佛藏。那道藏没有结集的话呢，它不完整。它结集的话，也要跟佛经当时的结集基本上差不多相同。所以听说有好几千卷。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近代有一个学者在研究道藏，因为他是研究科学的、化学的，他发现到道藏里面有很多这种道家的一些内容，包括什么炼丹之类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科学，然后化学的内容，然后觉得说中国其实科学早期就有了，不是现代，就是我们后来没有发展，所以他也很赞叹
觉得说，其实中国有很多非常科学，用现代的角度叫做非常科学，所以非常科学就非常先进的那种技术了，啊，所以从道藏里面他找到很多这些资料，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是跟这种信仰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信仰里面呢，又没有谈到死后的事，道家不谈死后的事，他们谈什么呢？长生不老，啊，那么死的话呢，要移化登仙，啊，舍掉这个肉体呢，不是死掉，而是成道，成仙了。成仙为什么要舍掉这个肉体呢？因为这个肉体是太重了，移化，啊，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嘛，啊，就是把这个很重的这个肉体舍掉了，然后呢，化成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形体的存在呈现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谓超脱这个生死的一种观念，这个很不简单哦。啊，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道教里面还有很多所谓吸收日夜精华的方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蛮科学的。为什么呢？假如我们能够从日和月直接吸收到这个能量的话，因为日和月是能量的源头，尤其是太阳。我们这个地球之所以能够存活，靠的是太阳的能源。现在我们也用科学去吸收太阳的能源，而且发现到这个能源呢是真的是源源不绝的。太阳有一天会烧完的，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地球还来不及知道，啊，因为地球可能已经不在了，太阳还在，啊，所以这个能源是源源不绝。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够从太阳直接吸取到这个能源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源源不绝了。所以他们这个观念是蛮有思维的。那我们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尽量靠近太阳的能源，怎么靠近呢？吃素。哎，很奇怪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地球的生物里面，直接可以从太阳吸取能源的只有植物，所以我们尽量靠近的话呢，就从植物吸取营养、吸取能源的话，是最靠近太阳的，只隔了一层。如果我们从动物的话，就隔好多层，尤其是有一些动物是吃肉的，吃肉的动物呢，可能隔很多层，因为呢，它吃肉，它所吃的肉也是吃肉的，然后吃的肉吃了好几个肉以后呢，才吃草，啊，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看隔了多少层？那么隔得越多层的话呢，就好像隔一层就被过滤一下，所以到它吃的那个肉呢，已经没有什么太阳的能源了，离很远了。所以呢，我们吃素是一种很高明的方法，啊，很有意思哦，啊，然后你看这些古代的这些道家修行的人，他们最后连骨都要辟谷，啊，可能喝一点水，然后呢，空气，还有呢，日夜精华，啊，所以这些人可以移化登仙。我们呢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太多好吃的东西，我们还吃到整个身体重重的，飞不起来。哎，那么佛经也是讲嘛，佛经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宗教都要讲人类的起源嘛，佛经也有这个人类起源嘛。我们从哪里来？光阴天，对不对？来了以后为什么飞不上去？因为地上的食物太好吃了。吃了以后，整个身体变重了，所以飞不回去了。所以呢，你看地上的食物啊，就是让我们飞不起来的。那如果我们又吃更多的这些肉类的话，更飞不起来，啊，更重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古人的一些智慧，啊，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真的是有很多智慧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人比他们聪明，我们的科学啊什么，其实很多都是老早他们都知道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信仰，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学说，他们看生命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我们也发觉到，其实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少看到谈生死的问题。为什么呢？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他直接告诉你：“我不知道。”哇，这个老人家真的是太坦白了。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干嘛要知道？就是回到我们禅师那句话嘛，我还没有死，干嘛我去理死的事情？但是从佛教的角度呢，我们把这句话把它讲得更圆满一点，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同样的未知死焉知生。所以佛教进来把后面的这句话填进去了。所以中国的宗教走到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达到一种所谓高级宗教的这个程度。那么儒家不谈这个，因为不用谈。为什么不用谈呢？因为跟我现在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只要把身做好。所以儒家的圣人跟贤人，贤和圣，就是人的品格达到，就是人能够做到最完美吧，或者是至少说很接近这种完美的这个程度。那么有这种修养的人呢，他们的意志力一定非常的坚定。为什么呢？因为在人世间，我们要坚持像儒家所讲的一些修养一些品质，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要面对世间那么多的诱惑，那么多的逆境，然后那么多的冲击，或者是很多你非得在那个阶段去妥协的那种压力，或者是那种负担。可是呢，如果他都能够做到，什么威武不能屈啊，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儒家很多这种很坚定的那种说法。你要能够做到这样，你要知道你的意志有多坚定甚至有一些呢，连最高权力的人，他都敢告诉你，你就是不对，你就不应该这么做。明知道这么讲呢会被砍头，我还是宁愿被你砍头。但是这句话我不告诉你的话呢，我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你。你想这种骨骼的人哇，这个我们说脊梁太硬了，所以这种人才能够成为贤人圣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怕死吗？肯定不怕死我们看到很多那些所谓的忠臣，或者是真正有这种修养的人，他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宁愿面对这个死亡，但是呢，绝不改变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基本做人一定要做到的。包括你最高的领导人，你皇帝，你做不好，我都不放过你，我都一定要告诉你，非得怎么做不可。你可以把我杀掉，但是呢，你不能扭曲或者是压制我的这种意志所以呢，这样的人多吗？好像也不多。我们都很难做到。真的叫我们去做的话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交往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我们遇到这种人物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输了。你看政治人物来，我们每个人呢就赶快要去跟他握手，明知道这个人其实都不行了。有没有这样？有啊。哇，好像跟他握一个手，拍个照片，就觉得很会的。我们没有这个福气，真的做不到。可是如果是这一类的人呢，他根本就你这种品格，我哪看得起你？还跟你握手，你来跟我握手，我都走开。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遇到这种尤其是权高，这个权位很高的，我们就赶快一窝蜂，他们一来，我们整个就跑过去了。都明知道他是不行的，我们都非要去沾这个光不可，所以我们还是不行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儒家的这些儒者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呢，这样的人真的很少。
能够做到这样的，真的太不容易了啊！当然，民间也可能有一些呢有这样的一种修养啊，所以他们呢不需要谈这个生死的问题。不过有一些人本身他不谈生死问题，他自己的生死问题可以不谈，但是他的父母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是要谈。听说有一个儒家，近代的这个新儒家，听说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还是找佛教来念经。他说儒家到这里呢，就到此为止了，死后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处理了。然后妈妈又没有这种修养嘛，你不可能要求他像他这种说有那么丰富，然后那么深度的那种儒学的修养，可以让他的这个品质提升嘛？所以他说他也请了一些出家人来念经。他说死后的事交给佛教，让佛教来帮忙处理。我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啦，这样的一个传说，好像是香港的一个新儒家的这个人物可见呢，我们中国人呢，或者是华人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呢，我们发现到说，是佛教传进来以后的。早期我们的观念，假如有的话呢，也是两期生命。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在阳间，下一期呢在阴间。所以7月15的时候呢，我们也祭拜我们的远亲。清明是祭拜近亲嘛，所以中元节。那么中元节呢，听说阴曹地府开门。我们佛教传进来了以后呢，哎呀，真的太好了，我们就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7月的时候呢，地狱的门也开了。但是这个是佛教的一些比较民间的信仰。然后我们把目犍连尊者的盂兰盆也加进去了，把地藏菩萨的地藏经也加进去了，然后跟中国原有的这个文化中元节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整个7月呢，常常就会听到老人家跟年轻人说，晚上不要出去太远了，现在是7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这个7月的这个节日真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跟佛教的文化结合的最没有办法分开的。你讲佛教的东西，它已经有这个中国的东西在里面；你讲中国的东西，现在有佛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两种文化呢，在7月的这个月里面太妙了，全部已经变成是一体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法会，7月的时候最多法会，而且都是超度法会。然后我在那边，这个马来西亚佛学院，7月我们放整个月的假。为什么呢？你不放假，学生我们很多是出家。